嗨，大家好，我是大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来做一款巧克力戚风蛋糕。这个蛋糕同时用到了巧克力与可可粉，最后的成品巧克力味道非常浓郁，兼有戚风蛋糕柔软湿润又轻盈的质地，直接吃或是简单搭配打发的淡奶油享用都非常美味。距离上一次做戚风蛋糕食谱已经过去1年了，这1年断断续续会收到一些观众的提问，还有身边好友在制作戚风蛋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个视频中我会尽我所能解答，希望对你做出成功的戚风蛋糕有所帮助。我会把文字版的食谱以及详细的注意事项放到我的个人博客 PhD Cafe 中，方便大家参考。今天的食谱可以做一个6寸圆形的蛋糕，我用的是铝制模具，高度大约是6厘米。不要用内壁是不粘涂层的模具，会影响蛋糕正常膨胀长高。也不要在底部垫烘焙纸，这会导致凹底。这些是用到的食材：鸡蛋3个，每个带壳大约60克，一共是大概55克的蛋黄和95克的蛋清；全脂牛奶40克，低筋面粉50克，淡奶油25克，植物油45克，细砂糖50克，50%的黑巧克力25克，可可粉10克，烤箱预热150摄氏度或300华氏度。我们先来分蛋，我喜欢用手捞的方法，不容易弄破蛋黄。单独把鸡蛋磕到一个小碗中再分离开，能避免有破损的蛋黄影响之前分好的蛋清。蛋清放到一个干净无油的搅拌盆中。鸡蛋的大小决定了液体的总量，这会影响蛋黄糊的浓稠程度。更重要的是会影响蛋白霜打发后的体积，从而改变蛋糕的入模高度、烘烤时的膨胀程度，还有烘烤所需的实际时间。如果你用的鸡蛋特别大，可以试着用2个鸡蛋，如果特别小的话，你可能得多加1个。前面我给出了蛋黄和蛋清的具体质量，方便你参考。面粉与可可粉混合，然后加入植物油搅拌到均匀无颗粒的状态。面粉先与油混合的方法不需要过筛面粉，后续面糊中不会有任何颗粒，还能放心搅拌，是非常好操作的方法。我们知道面筋是面粉中能形成面筋结构的蛋白质遇水后互相连接而形成的。先与油混合的步骤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后续面粉与水的接触，能有效减少面筋的形成，但并不意味着用这个方法就能使用中筋面粉来制作了。简单来说的话，中筋面粉生成面筋的能力更强，靠先与油混合的方法并不能有效减少面筋生成，从而避免蛋糕回缩。此外，也不要用不含面筋的面粉制作，适当的面筋对蛋糕结构的形成有很关键的作用。总结起来就是，我们需要的是适当的面筋。至于面粉是中筋面粉还是低筋面粉，看包装上写的名字就好了，不要去参考后面蛋白质的含量。不同品牌、不同国家的面粉用的小麦品种和制作工艺都有差别，导致蛋白质含量差别也很大。加入蛋黄和牛奶搅拌均匀。我的牛奶是一直放在冰箱冷藏室的，所以用微波炉加热了10秒钟到温热的状态，这是避免面糊温度过低，导致后续巧克力加入后凝固。这里如果你用的鸡蛋太小的话，蛋黄的量不够，就会导致面糊太稠，可以多加1个蛋黄，或是添加5到10克的温牛奶来调整。淡奶油用微波炉加热10秒钟，到大约60到70摄氏度，倒入全部的巧克力，放置到一旁备用。蛋清的打发是制作戚风蛋糕非常关键的一步。刚开始用电动打蛋器开中高速搅打，为的是迅速将足量的空气搅打进入蛋清中。最近1年做各种蛋糕碰到打发蛋清的场合，总会收到评论问我为什么不放柠檬汁。我在马卡龙那期视频里有详细介绍过，柠檬汁、白醋或是塔塔粉这些酸性物质能一定程度上稳定蛋白霜，并且让你的蛋白霜不容易搅打过度，但只能说是锦上添花。关键还是掌握正确的搅打方法以及对蛋白霜状态的判断。
我自己在打发蛋白的时候就习惯什么都不放。此外，冷藏蛋清比室温蛋清打发速度更慢，因此相对来讲更不容易搅打过度。当蛋白中的气泡变得比较细密，蛋白霜体积没有明显变化的时候，加1/3的糖，然后开中速搅打。此时用低一点的速度将蛋白霜搅打细腻。其实糖也可以一次性都放进去，但一次加入过多的糖会破坏还没稳固起来的蛋白霜结构，让蛋白搅打的时间极大的增加，所以采用逐步加糖的方法会更容易获得细腻稳定的蛋白霜。当蛋白霜开始出现比较清晰的纹路时，加入第二次1/3的糖，然后继续以中速搅打。搅打的时候，打蛋器不要固定在一个位置，要不停地画圈搅拌，确保边角的蛋白霜也都有搅打到。搅打的时候还可以朝反方向旋转搅拌盆，让搅打更加均匀。糖不要用太粗颗粒的，不然不容易溶解在蛋白里，让蛋白霜不稳定。也不要随便就用代糖替代砂糖，绝大多数代糖并没有砂糖稳定蛋白霜并给蛋糕上色、保湿这些作用。想要健康的话，最好还是单独找用代糖制作的食谱，可以避免失败。等到看到纹路变得更加清晰立体，打蛋器在搅拌盆中行进能感觉到一点阻力时，加入剩余的糖，然后改以中低速搅打，给糖一些时间溶解在蛋白中。其次是中低速搅打能让蛋白霜中的大气泡变小，增加稳定性，不容易在后续搅拌过程中破裂造成消泡。低速搅打时，蛋白霜的状态改变比较慢，能避免一不小心就搅打过度。至于戚风蛋糕的蛋白霜搅打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老实说我自己的体会是，只要是按照刚才打发蛋白霜的步骤搅打到均匀细腻有光泽的蛋白霜都可以。但是软一点的蛋白霜在你后续与蛋黄糊混合的过程中比较容易混合均匀，减少消泡。判断的方法可以通过提起打蛋器后观察蛋白霜分别在搅拌盆中与打蛋器上形成的尖角来判断。完全软的无法形成尖角的就是湿性发泡，底部硬挺顶端略微弯曲的是中性发泡，完全直立硬挺的就是硬性发泡。但你要小心，这个方法只是一个参考。如果你的搅拌盆底面积比较大，蛋白霜的状态就可能不够均匀。在不同位置提起打蛋器时的速度、打蛋头的形状大小都会导致看到的结果不一样。今天做2份蛋白霜，一份软一点，大约是湿性到中性发泡的状态，另一份我在搅打到硬性发泡状态后继续搅打了1-2分钟。视频中可能看着依然细腻有光泽，但是其实内部的蛋白霜已经有些搅打过度，失水变得粗糙。等下搅拌的时候就能看出来2份蛋白霜的区别。取出刚才的巧克力奶油混合均匀。如果你打发蛋白霜时间比较久，但奶油已经凉了，可以把混合物放进微波炉加热10秒钟，再搅拌就会比较均匀顺滑。倒入先前的蛋黄糊中搅拌均匀。加入大约1/3的蛋白霜，用刮刀翻拌均匀。这一步是为了改变蛋黄糊的质地，使得它能更快速地与剩余的蛋白霜混合，其实也是为了减少蛋白霜消泡。倒回蛋白霜中，也是同样翻拌均匀。我是右手拿刮刀，翻拌的时候，刮刀从中间贴着搅拌盆底部，切入到蛋糕糊中，然后从左侧将底部的蛋糕糊捞起来，左手顺势反方向旋转搅拌盆，两手配合就能很快地将所有的蛋糕糊混合均匀。从稍高一点的地方倒入模具中，一些粗糙的大气泡会在离开搅拌盆边缘以及坠入模具的过程中破裂，让蛋糕组织更加均匀一致。由于液体和油脂的量比较多，加上可可粉对蛋白霜的消泡作用比较明显，这份蛋糕糊看着比原味戚风蛋糕更稀一点。
蛋糕糊入模后，表面会自动变得平整。在桌面轻震几下，大的气泡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上浮出表面。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150摄氏度或300华氏度烘烤大约55分钟。再来看这一份比较粗糙的蛋白霜，先与蛋黄糊混合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它粗糙的质地。蛋白霜非常干燥，一部分会碎成渣一样，另一部分则是大的结块，很难混合均匀。我改用手动打蛋器来混合，能更高效地打碎一部分蛋白霜的结块。尽力了，最后蛋糕糊依然比较粗糙，有许多不均匀的气泡。倒入模具中，高度就已经比先前的一份蛋糕糊矮了许多。轻震几下，有太多的气泡浮出来，这些都是蛋白霜消泡的表现。同样放入150摄氏度或300华氏度预热好的烤箱中烘烤55分钟。烘烤的温度和时间都只是参考，需要根据你自己烤箱的实际温度进行调整。也可以观察烤箱中蛋糕的膨胀状态，当发现蛋糕膨胀到最大高度并有点回落时，再烘烤个5到10分钟就可以出炉了。不想在烤箱边盯着蛋糕的话，可以把150摄氏度与55分钟作为一个基准。如果这个温度时间下没烤熟，就提高温度或者延长时间。反之，如果烤得太干了，就降低温度或是缩短时间。其实温度比150摄氏度高一点或是低一点也都没有关系，要避免的是过低或过高的烘烤温度。热量在蛋糕糊内部的传递速度是一定的，过高的温度只会让蛋糕在内部还没烤熟的时候，表面就已经被烤干，最后组织结构非常不牢固，出炉后会严重回缩。过低的温度则极大延长烘烤时间，无法将表皮烤干上色。同样，蛋糕出炉时内部过于湿润，组织不够坚挺，表皮粘手且蛋腥味很重。倒也不需要专门购买烤箱温度计，在蛋糕糊制作正确的情况下，多烤几次，根据实际结果进行调整就好了。出炉后，在桌面摔震几下，震出蛋糕中间的热气。不做这一步的话，后续冷却过程中，热气冷凝变成水，让蛋糕内部组织变得湿软并回缩。倒扣放凉，我一般就是用2个碗架着模具两端。戚风蛋糕刚出炉的时候比较娇嫩，倒扣使得戚风蛋糕顶部在重力作用下向下沉，而蛋糕底部紧贴模具，2个方向的力的作用下，让蛋糕能够保持它原有的高度。彻底放凉后脱模，用刀划侧边或是用手掰都可以，用手掰的方法最后蛋糕的碎屑会少一些。此外，戚风蛋糕表皮开裂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搅打进入蛋白霜的气体受热膨胀，以及蛋糕糊中的水气化形成水蒸气体积膨胀，两者共同作用下让蛋糕长高。蛋糕表皮烘烤干燥后失去延展性，被膨胀的气体冲破，使得表皮开裂。水浴或是盖锡纸的方法可以避免开裂，但是完全没必要追求不开裂的戚风蛋糕。做奶油蛋糕会把顶部切平，并且用平整的底面来做蛋糕的顶，丝毫不影响。这是刚才偏软一点的蛋白霜烤的蛋糕，切开来看看，蛋糕高度很高，内部组织气孔比较均匀细密，蛋糕松软有弹性。其实在做出细腻稳定的蛋白霜时，这个结果就是已经可以预见的了。这是用搅打过度的蛋白霜烘烤的蛋糕，刚才烤箱里就能看到它并没有膨胀到满模的状态，所以高度会矮很多。切开后，内部组织更粗糙，大的气孔更多。这块切掉的地方是因为蛋糕偏湿润，我的刀又不够锋利，就比较容易切坏。视频中可能看不太出来，但同样的烘烤温度和时间，这一份蛋糕内部更湿更软一些，也是由于蛋白霜过度消泡，导致蛋糕糊中液态的水分增多的缘故。但蛋糕依旧算是松软且有弹性，不用丢去垃圾桶了。简单总结一下，用面粉与油混合的方法，充分搅拌获得均匀的蛋黄糊，通过先高速后低速搅打，获得细腻稳定的蛋白霜，再配合适当的烘烤温度和时间，就一定能做出成功的戚风蛋糕。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我是大头，我们下期再见。